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今天来讲一些故事。年近30的张小月在今年4月份突然被裁员。这件事情除了2个特别要好的朋友，其他人一概不知。和爸妈住在一起，要瞒着他们并不容易，所以他每天还是像上班一样，早上8点出门，晚上9点回家，有时候还要谎称自己加班。在他看来，被裁员不光彩，说出来除了让父母担心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所以他选择一个人消化。失业后的第1个月，他过得还算顺利，毕竟这些年也存了点钱，正常开销没问题。每天早上出门之后，他就去星巴克待着，一待就是1天。刚开始他并不急着找工作，好不容易有空闲的时间，他打算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。那1个月，他重新刷了一遍《老友记》，看完了几部言情小说，还去看了几场演出。但1个月之后，他就开始焦虑。一是因为工作并不好找，连续投了1周的简历都没有收到面试的邀请；二是因为卡里的存款也在大幅减少，他怕自己撑不下去。失业后的第2个月，他常待的地方由星巴克转向了市里免费的图书馆，因为省钱。在那儿，他每天刷着各种招聘信息，投简历，找工作。但最后面试的公司要么工资太低，要么觉得他年龄偏大。都说一个停摆的行业背后是无数失业的人们，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。之前张小月一直在教育机构工作，但是自从去年行业遭受打击之后，同行业同类型的工作机会就大大减少。失业后的第3个月，他实在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，于是打算转行。他开始在网上学习剪视频，学习新媒体运营，甚至还报名学了编程。可这些最后都没有帮他拿下任何一家公司的 offer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把咖啡换成了白水，午饭控制在20块钱以内，出门坐地铁坐公交绝对不打车。他开始反省自己，是不是对于工作的要求太高，是不是在面试的时候没有准备充分，那些薪资低的工作或许也可以先做着，至少还有收入。当人跌入谷底的时候，怎么看都是向上的。失业的第5个月，他找到了一份销售性质的工作，推广一个买菜的 APP， 邀请尽可能多的人下载这个软件。可是不到1周，他放弃了，因为他的性格不合适。由办公室体面的白领到路边的推销员，那种落差他承受不来。那段时间他严重失眠，经常熬夜到早上4、5点钟才入睡，但睡了3、4个小时又要假装起床赶去上班。他在想，如果不能做一个让父母骄傲的孩子，至少不要让他们一大把年纪还为儿女发愁。之后的1个月，他又开始重新投简历找工作，每一场面试都做足准备，光是面试材料就打印了厚厚的一叠。9月份的时候，他收到了一份满意的 offer。 当父母听他说完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眼里满是泪水，指责他把父母想得太狭隘，警告他以后有事儿一定要跟他们说。他笑着说好，但心里很清楚，这些生活的酸楚他要自己一个人经历。
在这个城市里，有无数成功的创业者，也有很多工作拔尖的精英，但更多的是像张小月一样，为了生存而不断挣扎向前的普通人。他们运气不好，但他们努力上进。他们经常被忽略，但却是这个城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他们此刻或许正在经历自己的山崩海啸，但迟早有一天，他们会冲破风雨，见到阳光。